这是一个被全球媒体联手包装的世纪大谎言。我们每天都被表面新闻与粗糙的数据彻底洗脑。你以为少子化只是因为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吗？你以为大家不生小孩单纯是因为薪水太低吗？大错特错，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如果给钱就能解决，为什么北欧的生育率也在暴跌？为什么中南部家里有大头天错的年轻人也不生？为什么台北那些有爸妈赞助婚房的幸运儿也拒绝繁衍？这是一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心理罢工。看完今天这支影片，你的认知会被彻底颠覆，你会明白你现在做的这个不生小孩的决定，到底在底层逻辑上触发了多么庞大的蝴蝶效应。看到最后你会发现，这场无声的心理战役将会在短短3年后引发什么样的恐怖后果？这股浪潮会直接摧毁你未来的阶级流动路线，它会把你辛苦建立的资产防线全部清盘。我们今天就要来狠狠撕开这个残酷的真相。从权威心理学与底层商业逻辑的双重视角，深度解码这场没有硝烟的无声战争。为什么现代人宁愿把所有的爱都给猫猫狗狗，也绝对不愿意把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在切入最深层的心理学防御机制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那些跨国大财团到底在害怕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魔幻的全球共同现象？全世界的政府现在都陷入了一种疯狂的催生焦虑，他们发放各种五花八门的生育津贴与补助，他们提供高额托育补贴，甚至大刀阔斧改育婴假。但这些表面上的大撒币政策最终成效几乎是零，全球生育率的曲线依然像断崖一样直线往下砸。为什么砸了几千亿的预算却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这些精英阶层从头到尾都搞错了方向，他们以为用金钱就能买断现代人的自由意志。政府鼓励你生小孩的出发点一开始就是错的。这些上位者满脑子想的都是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他们真正担心的是未来没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也就是说，在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冷血剧本里面，你的孩子从来就不是一个拥有灵魂的独立生命，而是一个用来填补劳动力缺口的工业耗材，是一个用来维持经济齿轮运转的活动电池。当整个社会的讨论焦点全都在国家经济发展，当新闻每天都在恐下阙工会岛致经济大衰退，有谁真正关心过这对个体生命幸福有什么帮助？你站在人力资源后继无人的冰冷角度来劝我生，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我的个人未来在做打算。那我凭什么要牺牲我的人生来配合你的资本游戏？这就是最真实也最残酷的第二层博弈。这是一场供应链与资本迷局的终极猎杀。你仔细想想，房地产为什么过去能一直无脑暴涨？因为他们需要源源不绝的年轻接盘侠来扛房贷。消费市场为什么能维持表面上的无尽繁荣？因为他们需要永远盲目买单的年轻韭菜。股票市场为什么可以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因为有庞大的退休基金在背后当作终极护城河，而这些基金的活水来源就是年轻人的劳动力。整个现代经济体系就是一个巨型绑式骗局，这个骗局能持续运转的唯一条件就是人口无限增长，只要人口停止增长，这台造富机器就会瞬间解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华尔街的大佬们会如此焦虑不安。当底层的年轻人总算看透了这个吸血的逻辑，当我们发现生小孩只是在替资本家免费打工，这股集体的心理抗拒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我们用拒绝繁衍来切断这个断裂的大动脉，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算力巨兽彻底面临断粮危机。这听起来是不是超级疯狂又让人不寒而栗？但现实世界的运作逻辑一直都是这么魔幻。喝口水。接下来的推演逻辑可能会非常烧脑，如果你也看懂了这个隐藏极深的可怕阳谋，如果你不想成为这场资本游戏的无辜牺牲品，帮我点个订阅，我们这群少数清醒的人继续往下深潜到最黑暗的底层心理深水区。很多传统长辈会批评不生小孩的年轻世代，说我们是不负责任而且只顾自己享乐的自私鬼，但权威心理学的深度剖析却给出完全相反的解答。我们根本不是不想负责，而是太清楚责任有多重。在过去物资匮乏的传统农业社会里面，生小孩就像是在玩一场级低成本的开盲盒游戏，只要给口饭吃能活下来，就可以帮忙下田干活。养育一个人类的边际成本在过去几乎是零，但现在的养育标准早就经历了超级通货膨胀，这在心理学与社会学里被精准定义为密集母职。养小孩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上限的资本无底洞。你不只要投入疯狂的教育资源跟金钱，你还要提供极致的情绪价值与全天候的陪伴。你要上各种昂贵的才艺班跟双语幼稚园，你要确保你的孩子不会在起跑线上被别人踩死，哪怕你只是一般的受薪阶级，甚至已经身心俱疲。社会的道德绑架也会逼你掏空最后一分精力。这种对未来极端不确定性的无力感与恐惧感会直接压垮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我们害怕的不是没有钱买奶粉或尿布，我们恐惧的是无法给予孩子一个完美的人生。这是一种极度清醒且充满悲悯的防御性悲观。我们宁愿不生，也不愿意让生命来人兼受苦。另外一个更致命的心理因素叫做自我消融。现代社会高度强调个人价值的追寻与自我实现，我们花了20-30年
才好不容易建立起自己的身份。但只要一个小孩降生，这一切防线就会被摧毁，你的个人时间和私人空间会被彻底撕裂殆尽，你不再是你自己，你只剩下一个父母的社会标签，你所有的梦想与职业发展都必须被迫按下暂停键。在心理学的框架下，这根本就是一种自我毁灭，这是一种极度恐惧、失去人生掌控感的心理状态。当代人对自我边界的保护欲望已经达到历史新高，为了保全这个脆弱的自我，我们只能选择放弃繁衍。这不是自私，这是人类心智在极端压力下的自救。我们再来谈谈另一个把年轻人逼向绝路的心理创伤，那就是让人完全喘不过气的教育军备竞赛。这牵涉到进化生物学中非常知名的红皇后假说。在这个疯狂内卷的教育绞肉机体制里面，你必须拼尽全力狂奔才能勉强让自己留在原地。现在的升学制度要求你必须拥有华丽的学习历程，你要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和昂贵的海外志工经验，这根本就是一场专门为富人阶级量身打造的通关游戏。中产阶级的父母为了不让孩子沦落到底层，只能疯狂燃烧自己的生命和金钱去填补这个钱坑。我们自己曾经在这种高压的考试制度下受尽折磨，这种代际创伤让我们在潜意识里极度抗拒重蹈覆辙。我们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孩子经历同样的痛苦。更可怕的是科技发展带来的第三阶层物理极限，现在连最强大的生成式人工智慧都已经诞生了。我们逼迫孩子去死背硬记的那些传统知识，在未来的世界里可能连1文钱都不值。当机器学习的运算能力彻底超越人类大脑极限，这在全体年轻人的心理上引发了大规模的习得性无助。当一只动物发现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逃避电击，它最后就会选择放弃挣扎，直接躺平接受痛苦。我们发现无论投入多少资源跟努力去培养下一代，最后都会被资本家和人工智慧无情地降维打击。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生下一个孩子来面对这种绝望？那我们接下来把上帝视角拉到最宏观的最高维度，这场全球性的拒绝繁衍运动会引发什么骨牌效应？这绝对不是30年后才会发生的遥远未来。这场巨大的毁灭性海啸现在就已经在冲击你我。当一个社会最底层的齿轮开始拒绝提供燃料，顶层的庞大资本架构就会立刻开始崩塌重组。我们会看到未来的社会走向极端残酷的经营隔离，生命会自己找到出口病，分割出富人区及贫民窟。那些真正的顶层精英根本不在乎劳动力市场崩盘，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推动经济成长的核心齿轮。他们光是靠资本利得和房地产价差的被动收入，睡觉的时候赚的钱就直接斩压普通人10辈子的努力。这就是法国哲学家布希亚提出的泥坊屋概念。我们这些普通人追求的高薪与社会地位，在真正的资本巨兽面前只是一场虚幻的模拟游戏。当社会的财富结构已经被彻底固化成钢筋水泥，生小孩就等同要求父母其中一方必须中断职涯。这对普通中产阶级来说是现金流的瞬间断裂。你以为你失去的只是一份每个月几万块的微薄薪水吗？你失去的是对抗这个疯狂通膨世界的最后防线。这是一个极度危险且深不见底的流动性陷阱，一旦你掉进去，就永远别想再爬回原本的社会阶级。所以少子化根本是人类在绝望中最理性的经济决策。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超长历史周期来看这件事情，少子化其实是以种文明级别的群体免疫反应。当整个社会体系生病甚至变得剧毒无比的时候，人类作为一个高度智慧的群体会自动启动防御机制，这完美呼应了心理学中知名的老鼠屋托邦实验。科学家给了一群老鼠无限的食物和干净的水源，但把它们关在一个密度极高的封闭实验空间里。当空间拥挤到突破心理能承受的物理极限时，这些老鼠竟然开始集体停止了所有的交配行为，母鼠不再照顾，幼鼠甚至出现残暴的攻击倾向。这在行为学上被精准定义为恐怖的行为沉沦。你把这个实验完美对照现在的高压都市丛林，这简直是精准到让人头皮发麻的末日预言。我们现在拥有的物质资源确实比上个世纪多太多，但我们每天面临的生存压力与病态的内卷密度早就远远超过了人类心理结构能承受的临界点。大脑的杏仁核会一天24小时不断发出危险讯号，强烈的生存本能会直接无情覆盖掉繁衍本能。我们透过主动减少数量来降低系统的整体负荷，我们拒绝把无辜的生命带到这个充满剥削的农场。这是一种极度悲壮但又充满生存智慧的终极演化。我们绝对不是那些资本家口中被淘汰的软弱草莓族，我们是主动选择拒绝参与这场病态游戏的清醒者。那些权贵阶级到现在还妄想用几万块的补助金来买断现代人无比珍贵的自由与未来的灵魂，这根本是对所有现代人智商的最极致侮辱。当政府的税收枯竭导致社会福利系统全面崩塌，那些没有后代可以依靠的年轻人会成为
为最后的祭品，被国家机器透过恶性通膨语隐形重税，无情收割。这是一场没有任何人能侥幸逃脱的财富大洗牌。这座用谎言和剥削堆砌起来的金字塔迟早会倒塌。这场无声的平民抗争才刚刚进入最激烈的深水区，没有人知道这场博弈最后的赢家到底会是谁，也没有人能预测这台失控的列车会在哪里出轨。但我可以非常确定一件关乎你生死存亡的事情。如果你到现在还看不懂这场博弈的底层嗜血逻辑，如果你还妄想靠拼命加班工作就能翻转阶级，5年后你连自己是怎么破产的都不会知道。最后我想问荧幕前所有保持清醒的观众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直击灵魂而且没有标准答案的开放式问题。你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坚决选择不生小孩，到底是在毁灭这个国家的经济未来，还是我们正在用最悲壮的方式拯救下一个时代？把你的真实想法和你的焦虑写在留言区。我是点点思维，帮我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让我们在下一支影片见。